凌晨2點03分，整層醫療中心早已停診，就叫號螢幕卻突然亮起，冰冷的女聲從頭頂落下：01-3號，顧念，請至第13診間報到。我停在護士站外，沒有回答。那台舊機器今晚只負責資料遷移，而且早就和外網斷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一層根本沒有第13診。牆上的樓層圖從1號排到12號，12號之後就是服務走廊。我沿着號碼重新數了一遍，沒有漏掉任何一扇門。保全螢幕忽然自己切換畫面，監視器裡的走廊比眼前多出一截，鏡頭掛着一塊13的門牌，而門前坐着一個女人。那個女人穿着和我一樣的衣服，側臉、坐姿，連手裡握着的工作證都像我。真正的我卻站在護士站前，離那扇不存在的門至少20公尺。我沒有靠近螢幕，只把手機拿出來開始錄影。下一秒，廣播裡傳出的不再是制式女聲，而是我自己的聲音：顧念，別回答。他正在學你。腳步聲從診區另一頭急急靠近。蘇婉晴拐過轉角，看見亮着的舊螢幕，第一句就問：怎麼還沒關？我直接拔電源。先別碰，我攔住他的手，把樓層圖和監視器畫面一起指給他看，先確認是不是有人動了舊主機。拔掉以後，記錄也可能一起沒了。蘇婉晴盯着監視器裡那個坐在13號門前的我，臉色一點點白下去。顧念，你現在就在我旁邊，他說得很慢。所以先查能查的。我拿起機房鑰匙，關掉護士站音量，帶他往舊主機室走。身後那台叫號機沒有再出聲，可01-3號顧念仍停在螢幕中央。機房門一關，外面的走廊聲音都被隔薄了。我調出舊主機記錄，網絡狀態是離線，遠端登入是0，新系統也沒有和他建立任何連線。蘇婉晴把另一台終端轉向我，連備援網卡都停用了。要是有人遠端搞鬼，他連入口都沒有。我回到護士站重新看監視器。13號門前的另一個我，忽然慢慢抬起頭，正對着鏡頭。我的手停在電源鍵上，沒有立刻按下去。畫面裡那張臉離得太遠，看不清表情，可那個動作不是延遲。從叫號開始，我從沒坐到那裡，更沒有抬頭看過那隻鏡頭。我直接切掉監視器電源，螢幕黑下去不到2秒，現實走廊盡頭的牆後傳來3下敲門聲，咚咚咚。蘇婉晴往前半步，我拉住她，別去。我把手機錄音打開，2個人都留在原地。那3下之後，牆裡沒有第4聲。幾秒後，叫號螢幕跳成紅字：01-3號顧念。於是未報到。我盯着那句話，第一次覺得這東西不是在嚇人，它像是在等一個流程完成。紅字消失，新的一行名字浮上來：01-4號，蘇婉晴。蘇婉晴猛地轉頭看我，還沒開口，廣播先響了。這次用的是我的聲音，語氣甚至和我平常叫她時一樣。婉晴，你在嗎？蘇婉晴嘴唇剛動，我立刻捂住她的嘴。她反應過來後自己按住嘴，點了一下頭。我低聲說，她在等回答。至少現在，不要回名字，不要回叫號，也不要對那扇門說話。叫號機又叫了一次，蘇婉晴，我們都沒出聲。那行名字停在螢幕上，沒有消失，也沒有變成完成。如果我們一直不答呢？蘇婉晴用幾乎只有我聽得到的音量問。我看向電梯方向，先離開這層，能出去，再談其他的。電梯門在我們面前合上，樓層數字從71路往下跳。可門再次打開時，外面仍是同一座護士站，同一排熄燈的診室。蘇婉晴沒有走出去，只按了1樓。電梯又下降一次，再開門，叫號螢幕上的01-4號蘇婉晴仍在原位等着。
別再試，我按住開門鍵，帶他改走安全梯。消防門後的樓梯很正常，我們實實在在往下走了2層。下一扇門推開，迎面卻又是7樓護士站。蘇婉晴站在門口沒有動，半晌才問，我們剛剛到底往哪裡走？牆上的時鐘停在2點09分，手機秒數還在走，通話和網路卻都斷了。這不是一條路壞掉，是所有離開的方法都把我們送回原點。我把消防門重新關上，不走第3次，重複同一個失敗，只會把時間浪費掉。既然他一直叫我們去13診，就先查13診是不是真的存在過。蘇婉晴看了我一眼，你還想查？他語氣不重，可我聽得出來，他是在提醒我別把每件事都當成可以控制的故障。我想找能讓我們出去的規則。我接過他手裡的手電筒，資料室還有舊圖紙和紙本記錄。我們只查能驗證的，不靠近那扇門。我們轉身往封存資料區走，叫號機沒有追着響，可身後那條本來只有12間診室的走廊，安靜得像在等我們自己回頭。封存櫃的鎖有些澀，我連轉2次才打開。最上層是改建後的圖紙，下面壓着更早的樓層配置和設備移交單。蘇婉晴把一張發黃的平面圖攤在桌上，手電筒停在服務走廊旁。這裡，他沒有念出那個數字，只用指尖點了點。圖上確實有一間臨時觀察室，編號13。它不在今天的診區裡，而是在後來封死的服務走廊旁。我往下翻施工記錄，那間臨時診室只用了3個月，18年前一次夜間火警疏散後就永久停用，後續改建直接把入口封進牆面。所以監視器不是憑空多出一間房，蘇婉晴說。她把手從圖紙上收回來，至少那個位置以前真的有門。我沒有接話，知道它曾存在，並沒有讓事情比較合理，只是把不可能往後推了18年。另一疊舊文件裡夾着當晚的候診列印紙。我從最下面往上找，最後一行停在一個名字上，013號。梁素琴。狀態欄沒有寫完成，也沒有寫取消，更不是轉院，只有3個字：候診中。蘇婉晴盯着那張紙，18年前的候診中，她把前後幾頁都翻過，其他病人的狀態全部有結尾，只有這一筆沒有。我把候診單和舊圖紙並排放好，叫號13診，最後一位患者。至少3件事接在一起了，可梁素琴後來去了哪裡，我們還不知道。遠處忽然傳來蘇婉晴的聲音，顧念，我找到出口了。真正的蘇婉晴就站在我右手邊，手還壓在那張18年前的候診單上。資料室外，那句我找到出口了又響了一次。蘇婉晴沒有出聲，只看着我。那個聲音和她一模一樣，連尾音都沒有差。我把門推開一條縫，走廊上沒有人，聲音卻從更遠的空診室傳來，顧念，快一點。先做個測試，我把門關回去，故意提高音量對真正的蘇婉晴說，記住，藥品批號 RX7319。蘇婉晴皺眉，但很快明白我的意思。根本沒有這個批號，她說完，我們把燈關掉一半，安靜等着。不到3分鐘，隔壁空診室傳出他的聲音，顧念 RX7319 找到了，每一個音節都照着我們剛才說過的內容重組。我在紙上寫下2行字，會複製已聽見的聲音。目前無法證明他理解內容，這至少比他什麼都知道安全得多。從現在起，不用名字叫彼此。我把一疊便條紙塞給蘇婉晴，能寫就寫，能比手勢就別說話。真的分開，就敲3短1長。蘇婉晴拿筆在紙上回我，你如果又想自己扛，我就敲4下。我差點笑出聲，只好點頭。這不是玩笑，他是在逼我記住，我們是2個人。
我們先試了一遍，3下短敲，1下長敲，節奏簡單，卻是那個東西從沒聽過的訊號。紙條、手勢、敲擊3種方法都不需要叫出對方名字。我把舊候診單重新收進資料夾，準備繼續查梁素琴的去向。回到護士站時，原本完整的牆面多出一道狹長入口，裡面是一條我們從未走過的服務走廊，盡頭懸着一塊黑色門牌13。那條走廊像從牆裡被硬生生拉了出來，燈一盞一盞亮到最深處，13號門安靜地關着。我沒有進去，先把視線移到入口旁的舊護士終端。終端竟然還能操作，螢幕右上角顯示2點37分，下面是一行倒數提示：凌晨3點執行備援重啟。我往下翻，另一則警示讓手指停住，未完成候診將寫入備援資料。候診清單裡有3個名字：梁素琴、顧念、蘇婉晴。蘇婉晴在我旁邊寫下，所以不只是叫我們，她真的把我們加進去了。我點頭。只要3點1到，這份未完成名單被寫進備援，我們不知道離開後還會不會被繼續叫號。現在不能只躲。終端旁的抽屜裡還留着舊操作手冊。我翻到一長就診處理頁，規定很簡單，未完成就診只能已完成，取消或轉院結案。梁素琴不是完成，也不是取消，我壓低聲音，只說必要的內容。如果他當晚真的離開了，最可能是轉院。蘇婉晴指向手冊下一行，轉院結案不能空填，必須有轉入院所、時間和轉運記錄。缺一項，系統不接受。時間只剩20多分鐘。我把操作手冊加進資料夾，沒有碰那扇13號門。先找梁素琴真正去了哪裡。資料對得上，我們才有資格關掉這筆記錄。身後的叫號機又亮了一次，沒有撥聲音。3個名字靜靜排在熒幕上，像一張正在等3點到來的名單。舊急救轉運冊比其他文件更厚，紙頁也粘得厲害。我沿着火警日期一頁頁找，終於在一張被粘住的內頁看見梁素琴3個字。記錄寫着他當晚已安排轉送外院，旁邊還有轉運時間和編號。我把那一頁壓平，第一個必要欄位總算有了來源。還差轉入院所的正式回傳。蘇婉晴把檔案分成2疊，自己去翻外院回函。我沒有阻止他，只把3短1長寫在便條最上方，讓他帶着。幾分鐘後，他從另一個櫃子抽出一張薄薄的回傳單，沒有喊我，只把紙推到桌中央。梁素琴當晚確實轉進另一間醫院，更下面還有一行出院記錄：3天後平安出院。我把那張紙重新看了一遍，沒有死亡，沒有失蹤，也沒有任何死在13診的記錄。那條最容易讓人相信的方向，反而是錯的。蘇婉晴在紙上寫，所以不是她在叫我們。我回了一句，至少沒有證據能這樣說。真正一直重複的是同一套流程：叫號、等待回應，於是補下一位。18年前沒有被按下結束的，不一定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狀態。我把轉入院所、時間、轉運編號抄到同一張紙上。如果他只會把沒做完的程序做下去，那我們就替18年前把最後一步補上。解法終於有了形狀。問題只剩一個，要完成那筆結案，我們必須回到服務走廊裡的舊終端，而13號門就守在終端旁邊。我和蘇婉晴帶着轉院資料走進服務走廊，腳下的燈一盞接一盞亮起，身後的護士站卻像被黑暗吞嚥了。我們剛走過第一道服務門，門板突然在2人中間重重合上。蘇婉晴被隔在另一側，我的手指來得及碰到冰冷的門把。顧念，門後傳來他的求救。幾乎同一秒，我口袋裡的手機也響了，螢幕沒有來電顯示，
聽筒裡卻同樣是蘇婉晴，別開門，我在你後面。兩個聲音都在叫我，連喘息都一樣。我沒有回答，也沒有喊他的名字，只用指節敲門，3下短，1下長。門後安靜半秒，回了同樣的節奏。手機裡的聲音還在說：“顧念，你聽我說。”我直接把手機靜音，蹲下去找機械卡榫。這扇門式就是聯動鎖，沒有電也能手動解除，只是卡得很死。卡榫搬開時，蘇婉晴從門縫伸手進來，我一把抓住她，把人拉回這一側。她沒有說謝謝，只在我掌心敲了3短1長。服務門完全打開的同時，前方13號診間的門也發出輕響，慢慢裂開一條黑縫。裡面先傳出我的聲音，接着是蘇婉晴，再後來是白天同事說過的句子。他們輪流叫我回頭，叫我回答，叫我報道一下就好。就終端就在那扇門旁，倒數只剩不到10分鐘。蘇婉晴把轉院資料塞回我手裡，指了指終端，又指了指自己，意思很清楚，一起走。這一次我沒有說我來就好，我點頭，和他並肩往前。所有聲音都在身後，我們誰也沒有回應。救護室終端亮着灰白色畫面，我先輸入梁素琴的轉入醫院，再填轉運時間和編號，每一項都按照紙本記錄逐字核對。按下確認後，熒幕上的013號梁素琴終於從候診中跳成待確認轉院。18年來，他第一次往下一個狀態移動。13號門裡立刻響起我的聲音：“顧念，你確定嗎？”我沒轉頭。另一個蘇婉晴又在後面叫：“顧念，回我一句。”真正的蘇婉晴站在我左側，什麼也沒說，只把一張紙放到我視線裡，看終端。熒幕彈出最後一道提示：013號梁素琴是否已離院？請進行語音確認。我手指停在桌面。一路到現在，我們唯一確定的安全規則就是不要回答叫名，偏偏最後一步，系統要求我開口。我重新看過畫面，每次把我們加入候診名單，都是叫號先叫出名字，再等待我們報到。可這個終端從頭到尾只在處理梁素琴的轉院資料。蘇婉晴把手按在轉院回傳單上，我明白她的意思。不要跟聲音對話，不要回答自己的名字，只完成眼前這筆已經有證據支持的醫療指令。13號門後的聲音突然變多。顧念，婉晴，回頭，每一句都在逼人本能反應。我把視線鎖在終端，不給他任何多餘的字。013號梁素琴已完成轉院，結束本次候診，我只說這一句。終端發出一聲短促提示音，畫面上的狀態跳成013號已離院。所有模仿聲音在同一秒斷掉。13號門後沒有尖叫，也沒有撞擊，只有一種突然抽空的寂靜。我抬起頭，狹長服務走廊像被關掉的投影一樣失去深度。門牌、牆面、終端旁多出的那段空間，一點點退回原本封死的牆。護士站重新出現在正常距離，監視器恢復訊號，畫面裡只有12間診室，再也沒有那扇門前坐着的另一個我。遠處電梯傳來正常的到站聲。蘇婉晴看着我，終於開口：“這次可以回答我了嗎？”我也看着她，可以。這是那晚第一次，我聽見自己的聲音，沒有先懷疑她是不是從別的地方學來的。叫號螢幕最後閃了2下，顧念和蘇婉晴的名字一起從未完成清單裡消失，只留下今日門診已結束。牆上的時鐘重新開始走，時間停在凌晨2點59分。電梯和安全梯都恢復正常，我和蘇婉晴沒有再測試第2次，直接離開那一層。隔天，我要求把舊叫號主機與備援設備全部封存、拆除。
夜間備援測試也改成雙人確認，任何舊系統不得再單獨通電。我沒有對外宣稱那晚遇見了什麼，只把能驗證的部分全部留下記錄，異常啟動時間、未完成候診、舊資料缺口，以及我們最後完成的轉院結案。蘇婉晴看完新的流程表，只在最後一頁寫了一句，不知道是什麼，不代表可以一個人扛。我沒有刪掉那句話。幾天後，新叫號系統正常上線。被拆下的舊票據機已經完全斷電，準備送去封存時，出紙口卻露出半張白紙。我把那張紙抽出來，上面沒有號碼，沒有名字，只印着4個很淡的字：候診結束。我把紙折好收進資料夾，轉身離開。這一次，我沒有回頭。